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两期视频呢，有给大家讲过家用闲置宽带挖矿变现的一个原理，然后又通过赚钱宝电脑版布置了一个网信云的一个设备。通过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这种被动收入了。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通过 X86 来布置一个网信云设备。X86 网信云设备呢，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收入上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在上两期视频我也有给大家对比过，X86的系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278的一个收入，当然这是排行榜里边的一个收入。而这个赚钱宝电脑版的话，它的收入就没有那么高了，大概就是小几十块钱的一个收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想提高这方面收入的朋友们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X86。X86 的设置比较麻烦，也会复杂一些。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实操一下X86系统的安装方法。在讲之前呢，请允许我先打一个小广告。我的频道呢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实现财富自由的。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呢，请点赞并订阅。如果这期视频呢有帮助到大家的话，请点赞并订阅，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大家。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实操。第一步呢，我们先打开网信云的，第一呢就是网信云的官方网站。这个收入排行榜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像这个 X86 的话，基本上就是280块左右，对吧？当然这是排行榜。它这个收入的话，没有太大的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没有太大参考价值，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排行榜的一个收入来对比这几个布置方式。而这个赚钱宝电脑版的话只有11块，这个 X86 的话有279左右，对吧？这样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开始讲这个 X86 的安装方法，因为 X86 安装稍微麻烦一点，时间比较紧。我们先来看这个下载中心，然后点击打开这个 X86，因为 X86 的话它有很多种方式啊，这个的话它是专门安装到一个电脑里边，布置到电脑里面，它是这个电脑的话只能作为一个网信云设备来使用，不能办公或者其他使用。而这个的话是安装到 Windows 里边一个 VM 软件，通过一个虚拟的电脑来安装这个 ISO 这个镜像文件，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通过这个安装方式的话，我们还可以办公、看电影等一些这个操作。这样的话就是满足两个，但是这个两个收入它是有区别的，一个是专门使用的话，它肯定要比这种收入要会高一些。在这儿我就不啰嗦了，因为前两期视频里边关于这理论性的东西讲的还是比较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安装教程。安装教程呢，我们先简单的捋一下这个流程。待会儿呢，大家可以详细的看我是怎么操作的。第一步呢，先下载这个网信云的 X86 的一个镜像文件。这个镜像文件说白了就是类似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吧？然后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操作系统安装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边，在这样的话是安装到这个虚拟的一个镜像文件里边。第二步呢，就是安装虚拟机。这虚拟机的话，我前期的这个视频里边有给大家讲过一个万能多开的一个视频，就是通过这个 VM 软件来实现的。但这个虚拟多开的话有很多软件，因为我习惯用它，所以说这一期的话给大家来讲这个软件。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安装这个虚拟机。第三个呢，就是虚拟机安装完了以后，然后在这个虚拟的硬件环境里边把这个镜像文件安装进去，对吧？这是这个安装的一个流程。然后安装流程当中会有一个这个创建磁盘的一个过程。这个磁盘空间的话，可以设置400兆或者500兆、600兆，看自己大小了，对吧？看自己的硬盘大小了。但这个类似于我们赚钱宝电脑版是差不多的，可以指定一个目录，这样的话
跟其他文件会区别开来。这个的话可以为这个虚拟主机的话新增硬盘，对吧？可以新增硬盘。如果硬盘不够用的话，还可以新挂的一个新的硬盘。这个的话可以是不同的目录啊。你比如说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 C 盘里边一个划到这个 VM 虚拟机里边了。然后这个 C 盘由于比较小，然后我在 D 盘里又划了一块，对吧？而如果 D 盘又占满了以后，我硬盘已经没有空间了，那我可以再下这个电脑里边再插一个硬盘，然后还可以再添加，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同一个硬盘里边不同分区可以下挂硬盘，就是不同硬盘之间也可以下挂硬盘。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虚拟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磁盘空间非常大，这样的话就会存储更多的这种迅雷的一些缓存文件，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安装完了以后，可以启动这个网信云设备了。启动完了以后，它没有非常华丽的一个这个 Windows 这种操作界面，就这么简单。这是它的组装口，里边有个默认网关。这个网关的话，通过我们这个物理机里边这个浏览器里边直接敲它的地址，敲它地址的话会进入这个后台，对吧？后台里边还会提示你这个激活码。这个激活码是干什么用的？之前我给大家也说过，这个激活码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网信云这个设备里边输入这个激活码，然后在我们的 APP 监控软里边输入相同的激活码，这样的话，它就会实现一个绑定，因为激活码它是唯一的嘛，通过这个唯一的设备，激活码来实现它们之间的一个关联。当然，这个激活码的话是需要掏钱的，需要在这个网信云官方网站去支付1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激活码。然后这是一个网络设备，就是因为我们模拟出来一个虚拟机了嘛，模拟出来虚拟机的话，它这个网络配置的话可以单独的去设置，然后这是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磁盘的一个扩展的话，可以在本磁盘内扩展，也可以新加硬盘去扩展，这都是可以的。网络限制，对吧？这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这台电脑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网络限制。如果不限制的话，可能占用网速比较大的话，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一个上网体验。这是这个流程，大家可以在这个里边去这个网信云官方网站去看这个教程啊，但是教程是放到这儿的，大家随时都可以看。今天呢，我不是说就给大家简单的捋一下这个教程就算完事儿了，我要实操给大家去讲的。好，我的这个实操现在开始啊。首先这个镜像文件呢，我已经下载完了，在这儿我已经下载完了。然后这个虚拟机呢，我也下载并安装过了。因为这个的话，之前我的课程也有录制过，所以在这儿这个安装过程我就不装了。之前的话，大家有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然后去看一下。我也会打到这个标签上，这个卡片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于这个安装我也不说了。然后第3步呢，就是导入网信云 X86，它是个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实操一下。然后首先我先打开这个虚拟主机。打开了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虚拟机。打开虚拟机的时候，然后找我们那个镜像文件，就是这个镜像文件，就是第一步下载那个镜像文件，双击打开。虚拟机的名称我们可以写一个网信云 X86， 对吧？可以这样去弄。然后一个就是新虚拟机的存储路径，就这个虚拟机的整个这个文档放到哪儿，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虚拟机的话，它会
生成很多文件，我们还是单独建一个文件吧，省得乱。然后我们还放到 D 盘， D 盘里边新建一个文件夹，我们起个名叫 VM 吧。这个文件是专门供这个 VM 使用。然后因为我们后期可能会建这个 Win7、Win8、Win10，对不对？可能还要装这些系统，还要装这个网信云，所以说我们再给网信云单独建一个文件夹，就是网信云，对吧？可以专门起个这样的一个文件夹，我们把网信云的文档全都放到这儿，然后点确定。这样的话就是跟这个各个虚拟主机跟它们之间的话就不会太乱。然后点导入，导入的这个过程呢会有点长，不过没有事儿，后边的话我会给大家快进一下，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好，这个虚拟主机算安装完毕了，但是大家不要急着去开启这个虚拟机啊，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设置。现在它这个内存呢是2G， 处理器呢是2个核心，然后硬盘呢是20个 G。这个硬盘肯定我们要化接的，对吧？我们要扩展的，因为这个太小了，还要单独的设置一个。这个的话是专门放这个镜像文件的。然后我们还要建一个数据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网络适配器，这是桥接模式，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呢，需要给它这个硬盘做一个扩展。怎么扩展呢？就是在这个主机上右击，然后点设置，然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硬盘，现在是有一个20G 的，对吧？我们现在需要添加一个硬盘，点添加，选硬盘，点下一步，然后我们就按照它这个推荐的这个类型都可以，然后点下一步，然后再点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多大呢？我们选择100个 G 吧。这个是要设置多大啊？大小啊，这个硬盘的大小，然后点下一步。然后这儿呢，就是说这个硬盘这个文件放到哪儿的意思啊？我们点浏览，然后我们的这个虚拟主机是放到了 VM 下有一个网信云的一个专用的文件夹，对吧？然后双击打开，我们在这儿可以这个新建一个，现在起个名字吧，耳根。起个名字，然后再起个名叫第2块硬盘吧，我们起个2，对吧？双击打开，然后点保存，然后点完成。你看我现在的硬盘有2块，一个是20G 的，一个是100G 的，然后点确定。点了确定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去开启我这个虚拟机了啊。另外的话，大家如果这个想控制这个虚拟机的这个硬件资源的话，也是可以设置的，还是在这儿右击点设置，就添加硬盘这一块，然后内存我们也可以拉一下，然后处理器也可以再添加，对吧？但是我们是多少个？我们这个物理机是多少？不能超过那个物理机。如果你在这画的多的话，可能就是整个系统的话会往这个虚拟机上分到资源比较多，这话大家看情况而定啊。在这儿我就先关闭，然后第3步呢，我就先启动这个虚拟机。如果大家不小心点到这个虚拟机里边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Ctrl 加 Alt 键给它释放出来。那这样的这个鼠标就释放到我们的操作系统里边。如果想定位进去的话，就是 Ctrl 加 G， 这儿有一个这个使用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个 VM 的一个使用方法，在这儿我先就不多说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课程。好，到这儿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主界面。然
然后是激活状态是未激活，网络状态是已连接，默认网关是它，然后系统版本还有数据盘数量是1，因为我们装了一个100G 的数据盘，它只有一个，所以是1。如果大家这儿网络状态是未连接的情况下的话，那默认网关也是没有的。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在那个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啊，然后关闭客户机，然后点关机，然后右击这儿，然后点设置，然后点这个网络适配器。然后如果大家要是没有办法连接的话，就刚才那个界面没有办法连接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切换这个桥接模式和 NET 模式，切换了以后，然后点确定，然后再开启子计算机，然后再看这个效果，一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的话，也是在这个网信云这个 X86 这个教程里边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哪个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就是6.1更改网络适配器模式。然后第一步呢，就是编辑这个计算机设置，然后网络适配器里边放大一下，不知道能看见没有？然后在这个两个之间进行切换一下试试。关于这个两个的区别的话，我就先不多说了，大家切换一下，一般这个问题都能解决。解决完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这儿也重启完成了。一般重启完了以后，默认网关一般显示的比较快。网络状态的话，如果显示未连接，而这个默认网关已经有了，那大家再稍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网络状态它稍微慢一些，然后稍等一下，然后它会显示这个已连接。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回车显示菜单，我们你看我现在鼠标的话是在物理机，对吧？可以操作我的物理机。我们单击一下这个虚拟主机，单击一下，我们鼠标就定位到这个虚拟主机里边了。然后按回车显示菜单，我们点回车，对吧？第一个是列出所有网卡，然后我们选择1。如果1输不进去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键盘上面那个数字锁定键，给它打开，然后点回车。点回车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IP 地址是192.168.130.128，对吧？这个网址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物理机里边输入这个网址，我们就可以去输入这个激活码了，激活我们这台机器。因为这台机器的话，现在还属于一个未激活状态，对吧？然后进去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网址是 IP 地址是192.168.130.128，对吧？然后摁这个 Ctrl 加 Alt 键，然后鼠标释放到我的物理机，然后我打开我的谷歌浏览器130.128，后边我们必须加上这个端口啊，因为如果你不加这个端口的话，默认是80端口，80端口的话一般都是这个 Web 会占用。为了这个它们区别开来的话，它是这个专门把这个端口设成了8080，然后我们敲回车。要回车的话，就进入这个网信云的后台了。进入这个后台，然后让我们输入这个激活码和验证码，对吧？这个激活码我之前给大家说过，这个激活码是需要购买的，价值大概就是1块钱。然后我买一下吧。我们打开产品招募，然后这儿有个 X86 激活码，然后点立即前往。然后在这儿呢，我们的宽带是什么样子就输入什么样子的都行，然后点立即下单，然后我们登录一下自己的账号。等我们付款成功了以后，会出现这个页面。我们看这个，我们点击这个获取激活码，这是我们这个激活码，然后我点一键复制，然后打开我们网信云后台，然后我粘贴一下，然后输入验证码，然后点击激活设备。激活设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后台，然后里边有很多信息，
在这儿呢，大家到时候可以，如果想长期发展这个项目的话，就可以多了解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激活完了以后，下一步呢就需要绑定我们的这个设备了，对吧？需要绑定我们的App 软件，网信云的 App 软件。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虚拟机里边已经显示了激活状态已激活，然后系统序列号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网络状态已连接，网关什么东西都一切正常了。那下一步呢就是绑定我们的网信云 App 软件。App 软件的话，主要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激活码来实现的。然后我们打开手机，我们打开网信云 App 软件，然后点击设备，然后再点击上方中间这个小按钮设备，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选择这个添加设备，然后我们把这个激活码输进来，就是我们刚才采购的这个激活码，备注我们输入x86测试x86，然后点击这个同意，然后添加设备，然后我们返回。上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加的这个x86系统，现在的话它是余额就是0，它这个收入呢是0。经过如果我们就是长期的去缓存完数据的话，它会有收入。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对比一下这个赚钱宝电脑版和这个x86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区别。那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